年啦！爷爷来给大家送福啦！不愧是小年，谢谢年年，谢谢年年。明明都是林少，你就能招财纳福，人人喜欢，而我却是灾难的化身，不管走到哪儿都会被讨厌，凭什么？哎呀，小祖宗，可算找着你了。师傅怎么啦？到年关了，天庭给咱们发了个飞升名额，谁能帮凌云仙君度过劫难，谁就能成仙。我知道你和小溪感情深厚，为师就送你们一程，你们到了凡间也好有个帮助。师傅放心，年年会照顾好小溪的。这是避灾珠，避灾珠亮起之日，便是仙君大劫之时。去吧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一次我会救下凌云仙君，抢到成仙的机会，把你狠狠踩到脚下。哼！师傅说，凌云仙君不大造化在身，就算投胎成人，也是大富大贵的命格。可这荒郊野岭的，连人都没有。本王堂堂皇子，怎么能困在这？废了！找了3天了，别说什么神仙草，连回去的路都找不见，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还不赶快去找！是。这人满身气派，身上还有紫气，难不成他就是凌云仙君的转世？救命啊！小溪，那边有人受伤，我们赶紧去救他吧。那就是个没权没势的村夫。哼，你就是想支开我，偷偷去巴结仙君，我才不会让你得逞。小溪，哎呀，不管了，救人要紧。还好，只是被蛇咬了一口，这点小伤很快就好。我是死了吗？不然怎么会看见这孩子的手在发光？好了，你的腿没事了。我好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啊，小姑娘，是你救了我，谢谢你啊。他也有紫气，难道他才是仙君转世？仙君就在这儿，那傻子还要去救村夫，我才不会像他一样蠢。大哥哥，你们是迷路了吗？哪来的野孩子，赶紧滚！大哥哥，家里人都说我是福星，这座山我走过很多次的，一定能带你们出去。哼，你若能带本王出去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这座山上有狼。不是狼，这妖气是千年狼妖。走，我们快走。可平王殿下去找千年仙草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要不要等等他呀？那废物一无是处，本王瞧见他就恶心，他被咬死了才好呢。那边可以下山。走。若非因为你是仙君的转世，我才懒得理你。对了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妖怪最爱吃的就是林少，
我用自己的气息把它引来，年年你就等着吧。哼！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这里危险，我们快走。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走开，别过来！旺旺，真的是你呀！好久没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你认识他？旺旺，你怎么这么馋呀？都把师傅的浮尘给吃了。师傅罚你去人间反省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知道了没？若不是你，我今日怕是要命丧狼口了。你又救了我一次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这算什么？年年可是小福星，能给凡人招财镇宅呢。凡人啊，你叫年年啊，真是个好名字。年年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啊？我虽然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可是你想要的东西，我都可以送给你。你是王爷，为什么要来这么偏僻的地方？哎呀，康王是我兄长，自幼受尽宠爱，平日里也对我颐指气使。听说这山中有一株神仙草，能延年益寿，他想在除夕宫宴上献给父皇，就叫我一起来。可是这传说中的神仙草哪儿那么容易找啊？唉，年年不在，只怕仙君找着找着人就没有了。年年得想个办法帮他。有了！旺旺，你知道神仙草在哪儿吗？你放心，旺旺在这里待了1000年，一定能帮你找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果然是孩子心性，哪有狼能活1000年的，还会找东西？除非他已经成……啊，这是百年灵芝。千年人参，七星旖旎，7叶如金，3叶成毒，4叶入药，这是神仙草。你要把它给我？谢谢啊。旺旺说这些东西没人用，留着也是可惜，你都可以拿走。不，怀璧其罪。这山中这么多天才地宝，若是被人知道，肯定有人来发横财，到时候山中生灵都不得安宁。你们以后也要把东西藏好，不要轻易被别人看见啊。仙君转世了，还是和传闻里一样善良，怪不得会被坏人欺负。我得跟着他，帮他度过劫难，重返天庭。年年，饿了，我带你下山去吃点东西，送你回家。年年没有爹娘，也没有家，年年是个没人要的小苦瓜。年年，
你明明就是个小福宝啊！年年，你若愿意，以后就做我的女儿，好不好？爹爹。好，以后啊，你就是平王府的掌上明珠。走吧，我们回京。汪汪别怕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就是不知道小溪跑哪里去了。你们看到小溪的话，可不可以让他去京城找我呀？好呀，没问题。年年身上有这么多的神奇之处，若是被人知道，只怕是祸非福。年年，你答应爹爹，进京了以后，千万别在人前使用法术了。走。王爷，我们出来了。本王就知道，本王是真命天子，命不该绝。我当了仙君这么大忙，将来再回到天庭，也会念着这份恩情，看谁还敢瞧不起我。看在你带路的份上，赏你2两银子，赶紧滚！大哥哥，你可以带小溪走吗？一个乡下小丫头也敢碰本王？若非为了找神仙草，你这辈子连本王的面都见不到，还妄想进王府，你也配！我好不容易才当上仙君，他竟敢这么对我！等我成仙，定要出了这口恶气！我能找到神仙草。啊！真的有神仙草？若我在除夕宫宴献上它，父皇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蠢货，天底下哪来的神仙草？我随便找个天才地宝就能把你骗过去。大哥哥，小溪没有骗你，小溪真的是福星。野丫头看着就恶心，不过养了她，倒是能为我博个好名声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王的养女，本王会带你进京面圣，到时本王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记住了吗？年年死了，我就是唯一的年兽。我不仅要去京城享尽荣华富贵，还要位列仙班，谁也别想再抢走我的风头。年年，这里就是平王府，以后也是你的家。年兽的窗花，有年年在，王府会蒸蒸日上，年年大吉。王爷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啊！老奴的儿媳妇昨夜生产，至今都没生下。产婆说凶多吉少，老奴请王爷开恩，准老奴告假回家。哎，徐嬷嬷，快起来！你是我奶娘，你家中出事，我怎会拦着你？嬷嬷的命格会福寿绵长，儿孙满堂，3个小孙子将来都会很孝顺的。马上又有好消息啦！娘，娘，生了，娘，生了！你媳妇生了，她怎么样了？母子平安，娘，生了3个大宝，真好。王爷啊，王爷，这是……哦，我在山上被蛇咬伤，是年年救了我。
今后她就是我的女儿。哦，小郡主真是个福星啊！老奴多谢郡主。有年年在，王府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哦，年年是福星的事，你们要守口如瓶。哎，是。王爷不得皇上欢心，母妃又早早离世，自幼便被其他皇子欺凌，如今有了孩子，王爷不会让他吃那种苦，定能护好小郡主。哟，四哥回来了。哟，四哥回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和二哥上山摔断了腿，作为臣弟，自然要来看你啊。不知道二哥摔断的是左腿还是右腿啊？臣弟还特地给四哥打了拐杖，保准四哥用得上。不必了，我的腿没事，让你失望。什么？你腿没有血？不知道是哪个狗东西不长眼，连你这种废物也救，真是枉费了我一番心意。嬷嬷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康王的亲弟弟，向来针对王爷。王爷势单力薄，就是被他和康王诬陷栽赃，才惹得皇上不喜。王爷受了委屈，也只能忍气吞声呢。哼，竟然欺负爹爹！我才不告诉他，他马上就要倒霉了呢。六弟慎言，我正要向皇上请旨，给年年上皇室宗谱，今后她就是你亲侄女。你羞辱年年，那你算什么？老狗吗？平日我羞辱这废物，他都不吭声，今日竟敢还嘴，莫非是吃错药了？从前我总是想息事宁人，如今我有了年年，为了她，我不能再当懦夫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配见父皇？3年前你给二哥送吃食，二哥装病，父皇从此之后不许你进宫，就连皇室最基本的除夕宫宴你都不能进，你也配请旨？啊呸！大坏蛋，你敢赌吗？要是爹爹可以进宫，那你就给他磕头道歉。赌就赌，圣旨到。康公公，不知父皇有何旨意？平王一向唯唯诺诺，今日怎么硬气了许多？3年前皇上为他是软性子，恨铁不成钢，如今才消了气。见今日的平王，皇上定然欣慰的很，那我可得机灵着点。奴才奉皇上口谕而来，3日后的除夕宫宴，还请平王殿下务必到场。是。你说什么？父皇请他进宫？3年未曾进宫，父皇怎会突然想起我？难道又是年年？大坏蛋，还不快给爹爹道歉！我现在没时间和小孩胡闹。欺负了爹爹还想跑，等着遭报应吧！你说文若有个女儿，还性情大变，竟然骂了老六。是皇上，奴才亲眼所见的。骂得好，老六那张嘴缺德得很，文若早该拿出他当兄长的气势。皇上，您是没看到那小郡主啊，机灵可爱，看到平王受了委屈，就说六殿下会倒霉，哪成想六殿下还真的闪了腰呢。倒是个孝顺孩子。昨夜朕在睡梦中，
见到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落在京城。今日文若就带回了孩子，还转了姓。难道这孩子是福星不成？传朕旨意，平王之女福泽深厚，特赐封为启禀皇上，啊！康王殿下回京了，还带回来个孩子，说是福星转世，还收她做了养女呢。什么？他也带回来个孩子？天下竟有这种巧合！看来3日后的除夕宴上，朕得好好瞧瞧，到底哪个孩子是福星。爹爹，嗯，皇爷爷让我们来吃年夜饭，爹爹怎么不高兴呢？父皇对子女要求甚高，我一向不讨他欢心。无论如何，爹爹都会想办法求父皇给你赐封，让你多一份庇护啊！爹爹真好。要是小溪在，爹爹也一定很喜欢他。不知道小溪怎么样了？小溪，今日我帮仙君在除夕夜一鸣惊人，就会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让你源源大步。今后没人能再抢走我的风头。小溪，小溪，小溪，哎，小溪，真的是你！小溪，真的是你！他还活着，千年狼妖都没能咬死他，命还真大，绝不能让他抢走我成仙的机会。你个灾星，别碰我！宁宁，这窝囊废还活着？小溪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年年啊！我当然认识你啊！他们都说你是灾星，我还不信。前几日你上了山，山上就出现了狼群，要不是我和父王跑得快，我们都会没命。父王，你千万别靠近他，免得沾了晦气。本王还在奇怪，那座山上根本就没有狼，怎么会被本王遇到？竟是被你个灾星引来的。小溪为什么说谎呢？明明他才是灾星啊！二哥，年年是我女儿，她才不晦气。哼，你们一个不得圣宠的废，一个野丫头扫把星，倒真是天生的妇女命啊！不像我，可是能找到福星转世的女儿。二位殿下，除夕夜快到了，皇上命奴才来领路。四弟，本王还是劝你别把这个灾星带进去，万一冲撞了父皇，倒霉的可是你。就算你还活着，又能怎样？别想靠近仙君，赢的人一定是我。年年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你是爹爹的宝贝，爹爹会护你一世平安的啊！年年也要帮爹爹改命，让他坐上皇帝，让所有人都不敢再欺负他。这大过年的，皇上怎么会让平王进宫？看他那唯唯诺诺的样子，皇上也不嫌晦气。听说呀，他捡了个乡野丫头当女儿，还要给那孩子请封呢。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丫头，他还当成宝了，说出去啊，真是贻笑大方。没错，别说那个丫头倒是和平王有几分相像，就怕是女虽复命，不讨皇上欢心啊。这两个老头子乱嚼舌头，福气都被败光了，也不怕倒霉。皇上驾到！拜见皇上父皇。大家都起来吧，
大过年的，你们不必拘礼，快入座吧。谢皇皇上。上。父皇，父皇，今日除夕，儿臣千辛万苦寻来的神仙草，恭祝父皇年年安康，国运昌隆。神仙草，好，神仙草子泽，你有心了。这野丫头当真能给我带来好运，有了她，早晚会拿下太子之位。年年，你说天下只有一株神仙草，为何二哥也有？黄爷爷只要打开盒子，就会发现那是假的。哎，等等，给朕看看这神仙草到底长什么模样。给朕看看这神仙草到底长什么模样。这就是神仙草。朕怎么听说这神仙草有4片叶子，这3叶的……皇上，3叶里有奇毒啊！这毒草！老二，你竟敢送毒物给朕，是嫌朕的命太长了吗？不是的，父皇，父皇，儿臣也是被骗了。是你找来的毒草，早知你要谋害父皇，本王怎会带你回京？糟了，当初随便找了个300年的草药忽悠这些凡人，没想到会是毒草，被发现了。黄爷爷，小溪只是看错了，绝对没有想过害人啊！求黄爷爷原谅小溪一次。这就是文泽的养女，长得像西葫芦似的，哪是有福气的模样？朕还没治罪，你就把孩子推出来顶锅，倒算是有骨气。行了，去边上坐着。是，走。文若，怎么不见你带女儿来给朕看看？哦，来，年年和黄爷爷说新年吉祥。黄爷爷新年好！啊，年年给黄爷爷拜年啦！年年给黄爷爷送福气，让黄爷爷长命百岁。你就是年年啊，是个好孩子。哈哈哈哈。今日朕总是信口玉洁，太医都诊不出缘由，怎么见到这孩子突然就舒畅了好多？四弟，哪有晚辈给长辈送红包的？大过年的，你是想让父皇添堵吗？是朕该给年年压岁钱。那朕在京郊的温泉庄的，就送给年年吧。谢谢黄爷爷。那庄子价值万金，你说你是福星，怎么父皇不给你，反倒便宜了那窝囊废？我也是灵兽，可所有人都喜欢年年，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黄爷爷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年年可以帮忙啊，黄爷爷。哎，朕忧心的都是国家大事，不是年年能帮忙的。黄爷爷别怕，你是天龙命，有黄爷爷坐镇，明年不仅会风调雨顺，黄爷爷还会打得坏邻居不敢再来呢。今年南方大旱，北方还有匈奴来犯，皇上正为此事愁眉不展。这小丫头倒是会溜须拍马，好话都说到皇上心坎里了。这小孩子哪懂什么天下名声？这话呀，估计是平王教他的吧，也不知道学了多久才能把马屁拍得这么顺。父皇，年年聪慧机灵，不需要别人教，他也是一片孝心，才想为父皇解忧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孩子凭几句话就想让天下太平，你怎么不说他是神仙啊？朕也是老了，竟会把梦当真，以为真的会天降祥瑞，让这世道安稳些。启禀皇上，南13省降下100年未有的大雪，田地来年定能收成大好呀！皇上。
不！启禀皇上，边战大捷，敌国已经签下永不侵犯条约，北方再无战事。好啊，哎，这北方战事已久，偏偏在除夕传来捷报，真是天佑我大夏呀！瑞雪兆丰年，定是皇上的仁德感动了上天，今日才会双喜临门。好，好，年年真是我大夏的福星啊！父皇，这孩子就是误打误撞，当不得真呐。皇爷爷，他可不是什么福星，是灾星，就是他引来狼群，害得父王差点没命。我救了父王，我才是福星。还想污蔑年年，皇爷爷又不是老糊涂，才不会相信你们呢。大过年的，一口一个灾星，照朕看，你们妇女最晦气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你们就别吃饭了，滚回王府过年去。爹爹，你不是也带了东西要给皇爷爷拜年吗？哦，文若也有东西要送给朕。是。本王以为是什么稀罕物呢，没想到是个破钱袋。老四，你不拿出点像样的东西，也不该这般敷衍。不知道的，以为父皇亏待。二哥不必心急，我要献给父皇的是神仙草。神仙草有延年益寿之效，儿臣将它献于父皇，恭祝父皇圣心长悦，万福金安。这形似莲，叶如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神仙草，真的是神仙草，真的呀！真的，这种传说中的天才地宝，只有在300年前现世过一次，常人能看上一眼，都是天大的福分。可见皇上当真是鸿福齐天呀！神仙草出现在大夏，这不是正说明我朝是盛世气象？今日可真的是3喜临门啊！文若，你当真舍得将它给朕？皇爷爷，爹爹就是知道你每天操心国事，身子都不好啦，才会去找神仙草。父皇，儿臣在山上险些丧命，是年年救了儿臣，神仙草也是年年找到的。竟然被他找到了真的神仙草，难道野丫头真是福星？年年啊，你又立下大功，你有没有什么心愿？皇爷爷可以帮你实现。有，年年想要人人都能丰衣足食。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和气生财。我说了不要闹了，你还想逼我？你信不信我？信我！你不能体谅我一些吗？怎么打自个儿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。我也错了，我会多体谅体谅你的。家家户户年年大吉。哎呀，这难得的机会却不为自己考虑分毫，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。满朝文武都比不上年年的这颗稚子之心。看来父皇很喜欢年年，不如趁此机会为年年请封。父皇，年年尚小，儿臣想为他寻一份庇护，恳请父皇将年年上皇室宗牒，赐封郡主。只有皇室血脉才能上宗牒，平王竟为了一个乡野丫头请旨，真是拎不清啊！魏老头们又在诋毁爹爹了，皇爷爷快答应爹爹啊，气死他们！年年是个好孩子，朕便封她为宝珠郡主，今后她就是朕的亲孙女。谢谢父皇，谢谢皇爷爷。 ，
啊哈哈哈哈哈！黄爷爷给了年年这么多的好东西，怎么还不给爹爹压岁钱呢？你要照顾年年，没有银子可不行，再赏你10000两黄金。你敢亏待年年，朕饶不了你！谢父皇。文若性子虽软，但有福星年年相伴，必定造化非凡。朕也该为他的将来重新打算了。太好了，爹爹的命格变好，正向着紫气东来的帝王命去呢。可是他的劫难还在，到底是什么劫呢？一个野丫头竟然帮赵文若得了那么多的赏赐，出界的风头。你说你是福星，怎么本王什么都没有？找来的还是毒草，你就是个废物！哼！糟了，仙君受我的影响开始倒霉了。若是他渡劫失败，我就会回到一无所有的日子。我一定要赢过年年。父王，小溪不是故意的，是年年。年年告诉我3叶的是神仙草，这肯定是平王的圈套。他早就认识年年，不然他怎么会对年年那么好？小溪是被他们利用的。难不成真的是平王陷害本王？王爷，属下打探到，去年荣县发了3次大水，皇上召见了工部的陈尚书，想让他推荐人选修建堤坝。什么？修堤坝可是能青史留名的，若是本王能做成，就离太子之位更进一步。父王，小溪可以帮你得到这份差事。你要怎么帮本王？小溪知道一个山洞，里面有很多金银珠宝，父王可以拿去送给那个尚书，到时候他一定会和皇爷爷推荐父王。这种事你不早说，快带本王过去。凡人爱财，只要用一点障眼法，把石头变成金银，就能替仙君笼络人心。年年，你这辈子别想踩到我头上。哇，好多金子啊！爹爹，咱们有钱啦！大年初一皇上就送来赏赐，皇上还是念着王爷的。自从遇到年年啊，我们王府运气都变好了。我是沾了年年的光。我打算以年年的名义做些善事，就当是为他积福了。爹爹就是太善良了，被欺负都不还手，踢到他就算是踢到棉花了，没有年年可怎么办啊？哎，今日爹爹出门好像会遇到贵人。爹爹，我今天想吃糖葫芦，爹爹可不可以带年年去买呀？好，我带你去。哪来的小哑巴，竟敢挡本王的路？这箱子里的东西可是要送给陈尚书的，竟敢耽误本王的大事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给我挡！住手！来，起来，别怕，没事了。哦，这小哥哥竟然是爹爹的贵人。二哥，这孩子若是冒犯了你，我替他赔不是，请二哥高抬贵手。哼，本王当谁多管闲事，原来是你这个窝囊废。怎么，你捡了个野丫头，难道还想再捡哑巴回去？难不成你这平王府是烧破烂的？大坏蛋，不许你骂爹爹！死丫头，你叫本王什么？年年，父王是你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你太不孝了！果然是没教养的野丫头。四弟，本王今天就替你教教孩子。我女儿是父皇亲封的郡主，轮不到二哥你来教。二哥，
若是不想今日之事被父皇知道，还是趁早离开吧。爹爹保护年年的样子真帅。父皇未必会信这窝囊废，倒是对野丫头颇为上心，眼下还动不得她。哼，本王还要赶去尚书府，没有闲工夫陪你这闲散王爷。走。孩子，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事就好。这么小的年纪又不能说话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？你爹娘呢？我爹是，我说话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做梦哦，我们也听到了。年年心地善良，总会帮助别人。太好了，我爹爹找了很多名医，都没治好我的嗓子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还治好了我。我爹爹很疼我，他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不必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你家在哪儿？我家在尚书府。怎么样，找到小宝了吗？没。老爷别急，小少爷虽赌气离家，但自有聪慧，不会有事的。都怪我忙于公事，错过了小宝的生辰。他这么小，又口不能言，万一他有个意外，我100年之后有何面目去见亡妻啊？找，继续找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找到我孩儿，就是我一辈子的恩人。是。康王到。臣见过王爷。陈大人多礼了。本王今日是给陈大人来送礼的。来人！王爷，这是？听闻陈大人近日为修建堤坝一事日夜操劳，本王特来送上薄礼，还望能为陈大人解忧啊！我做梦都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，这都是给老爷的。康王殿下真是大方，难怪群臣如此拥戴他。是啊，果真是个凡人，见到金银就舍不得眨眼。等他收下这些假珠宝，答应为仙君做事，我也会得到仙君的信任。哼！殿下好大的胆子，光天化日竟敢行贿！你这眼里还有王法吗？误会，这是本王体恤陈大人补贴，怎会是行贿呢？是啊，陈伯伯要是嫌少，小溪可以劝父王再添3家。殿下当真是交了个好女儿，小小年纪就如此势力，修建堤坝，事关民生，你送来金山银山，官也不会让心术不正之人担此大任。速克！陈大人，灵王到。见过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你是为了修建堤坝一事来讨好陈大人？本王吃了闭门羹，倒是要瞧瞧你会被怎么轰出去。修坝？殿下不必装糊涂，臣不妨直说，无论殿下送来何等宝物，臣绝不会收。爹，小宝，没事就好。不对，小宝，你能说话了。爹爹，我嗓子好了，是年年妹妹帮了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位小郡主，从今以后，您就是我陈洪德的大恩人。父王，这不是方才的小哑巴吗？他会不会认出我们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年年没做什么，是爹爹看见小哥哥被大坏蛋欺负，
护了他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在天子脚下欺行霸市？是他！陈大人，二哥为令郎挡了他的路，便下令让侍卫动手。若不是我和年年赶到，这孩子只怕伤得不轻。好啊！康王殿下真是好大的架子！今日之事，臣定会向皇上如实禀告，为我而求个公道。混蛋！朕还没死，你就敢贿赂官员，还当街行凶，你是要造反吗？父皇，儿臣也是想为荣县百姓尽一份心，这才一时。朕看你是野心勃勃，才会走旁门左道。都是朕的孩子，文若就心怀慈悲，救下了陈家的孩子。文若，陈洪德极力举荐，由你来主持修罢一事，你可愿意？父皇，四弟一向闲散，哪会修大坝？您让他去不妥。他不懂，你懂。不懂就学。父皇，二哥不必心急，我不愿意。啊！父皇，儿臣自知能力不足，只想将父皇所赐黄金，以年年的名义捐赠，用来修缮大坝，为年年行善积德。愿这天下能少一些如年年般受苦的孩子。你放心，朕会让陈洪德一同前往。你真为了年年好，就协助他把差事办了，让天下都知道，这大坝是用年年的金子修的。儿臣遵旨。明日你就出发，快回去收拾东西吧。父皇，哎，你也走。皇上，南疆传来消息，他们原本要送明月公主前来和亲，公主她跑了。什么？明月公主？年年，这趟去荣县一走就要好几个月，你真的要跟爹爹一起？是啊，听说那边常年阴雨不断，还常发大水。小郡主不如就留在府上吧。爹爹的劫难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不跟着爹爹，年年不放心呀。嬷嬷别怕，年年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王爷，车备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来。哎，这条路地图上怎么没有？这该往哪里走啊？年年，你觉得我们该怎么走？这么大的事，王爷怎么会问小郡主？万一他指错路，害得我们白白绕远，受累的还不是我们？可不是嘛！就算王爷疼爱小郡主，也不该让咱们跟着瞎胡闹啊！皇上临行前吩咐过，若有疑难就听小郡主的。你们是想抗旨吗？不敢。这条路的尽头是悬崖，不行不行。这边有爹爹的红线，他的正缘出现了。啊，不好！未来的娘亲有危险，爹爹，我们走这边。臭婆娘，还敢跑！老子花了银子买了你，你就得给我洗衣服、做饭、生儿子。我是南疆公主，你放开我，我会给你数不清的金银。你是公主，还会落到人鸭子手里？我看你就是不死心，
回去我就打断你的腿。走，放开我！叶家人逃开河间，却落得这般下场，不如一死了之。还好，未来娘亲没有出事。哪来的王八蛋多管闲事！大胆刁民，竟敢对平王殿下不敬！他就是皇四子赵文若。王爷就能欺负老百姓吗？我管我自家婆娘，凭什么抓我？你们是夫妻？不是，我被人睚眦迷晕，醒来就被他买下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有你卖身契，我想对你怎么样都行。皇上来了也管不着。王爷，他的确花了2两银子买下这姑娘。给你100两，放他走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多谢王爷救命之恩，可王爷为何要给100两？我与王爷素昧平生，您根本不知我能否还得起这100两。我本也没想让你还，更何况姑娘的自由身千金不换，何止100两？你走吧，以后啊小心些，别再被算计了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说我身份尊贵，受尽宠爱，可我就连嫁给谁都不能做主，他却愿意给我自由。怎么回事？爹爹就这么走了？哎呀，红线都断了，他要打一辈子光棍了。不行，年年得帮他。王爷等等！王爷等等！王爷心胸豁达，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还请王爷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。我可以做王爷的婢女，给王爷端茶倒水。我又不缺下人，你走吧。爹爹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不开窍？看来年年要有香香的娘亲，还得靠自己呀。肚子好痛！姐姐，你可不可以陪年年去那边一下吗？年年有点怕。别怕别怕，我陪你。年年是女孩子，有些事确实不方便我来做，留下这姑娘照顾年年也好。大夏与南疆一向交好，若本王娶了明月公主，得到南疆这份助力，定会受到父皇的青眼。传令下去，尽快找到明月公主。是。父王，小溪真的可以帮你。父王，小溪真的可以帮你，求父王再给小溪一次机会。若不是你，本王怎会错失良机，让那个窝囊废捡了便宜，拿下了去荣县的差事？自从碰上你，本王就倒霉得很。你分明就是个灾星。都怪年年，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被仙君怀疑？父王，就算平王修好大坝也没用。这丫头如此笃定，莫非她真有法子？好，那本王就再给你3天时间。如果你做不到，
父王放心，只要荣县发洪水，皇帝就会处置平王，年年也会被他连累。年年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请。王爷，下官便是荣县县城邱少阳。荣县是个小地方，王爷您远道而来，只能委屈您住在下官家中，还请王爷勿怪啊！怎么会？本来就是我叨扰邱大人了。王爷恕罪。今年荣县频频发水，导致收成不好。这一桌饭菜已经是下官能寻找到最好的东西了。哇，有吃的！真好吃，爹爹你尝尝。味道确实不错。王爷修建堤坝是为保荣县安定，小郡主还捐了1万两黄金，他们是真心为了百姓好。邱大人不必太过拘谨。1万两黄金啊！有了这笔钱，肯定能解荣县之忧。下官替荣县百姓多谢王爷，多谢郡主。哎，大人快请起。天下以万民为本，皇室受万民供养，我与年年做的不过是分内之事，当不起邱大人这一拜。想不到平王谦虚随和，还有济世救人的胸怀。王爷，这几天阴雨绵绵，我怕您和小郡主受寒，特意熬了驱寒汤。多谢云姑娘。不过这驱寒汤要熬3个时辰，太过麻烦了，你以后不要再熬了。是我多此一举了。爹爹真是个呆瓜，他这个样子还怎么娶得未来的娘亲呢？看来还是得要年年出马。云姑娘，失礼了。没事，方才心跳怎么这么快？他应该没有听到吧？不好了，发大水了！两位大人，河岸情况如何？惊来多雨，本就涨了不少水，照这雨势来看，不过半个时辰，必定要发洪水。堤坝尚未动工，荣县地势又低，一旦爆发洪水，整个城市都保不住。前几日下官便已经提醒百姓去避难，可他们能躲到哪里去呢？这可是几万条人命啊！老天呐！你不开眼呐！邱大人，不是天爷爷，是小溪，是他招来的灾祸。王爷，您这是？陈大人，你带年年离开荣县，我留下来带百姓抗洪。王爷，您身份尊贵，怎么能以身犯险？万一您出什么事，小郡主该怎么办？失民之路，自当为民解忧。正因我是皇子，才更该以身作则。年年，如果爹爹回不来，以后要听皇爷爷的话。爹爹对年年好，
年年不想让爹爹有事，更不想看见这么多人死掉。就算年年动用元神会遭天谴，年年也要救他们。哇！雨停了。王爷，各位大人，老天爷开了眼，停了雨水，河水没涨上来，咱们有活路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爹爹，年年做到了。小郡主，年年，小郡主，小郡主，好端端的小郡主怎么会吐血？年年，都是爹爹的错，帮那么多人逆天改命，也许这就是代价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凡人怎么能阻止洪水？这……临行前，皇上交代过，小郡主是能护国的福星，这一路若有难处，便听小郡主的。只怕王爷并非虚言。唉，年年，都是爹爹的错，爹爹没有保护好你。若是上天要罚，便罚我，我愿以命换命，换我女儿长命百岁。爹爹，年年，年年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啊？本来年年是要遭天谴的，可是天道爷爷说，年年是为了救人，功德无量，所以就不罚年年啦。小郡主心善，这是好人有好报。怎么样，成了吗？父王放心，不出3天，荣县就会发洪水，到时候必定会死很多人。好，那本王就静候佳音，等待探子传来的好消息。凡人拦不住洪水，只有等死的份儿。这次就算是年年也没本事挡我的路。怎么回事？难道又出了岔子？不是死的人太多，小溪才会遭到天谴。难不成荣县几万条人命都没了？好，若父皇知晓此事，定会雷霆大怒。这一次必死无疑。我的元神不稳了，要是再受罚，恐怕会灰飞烟灭。只要能帮星君飞上天庭，这一切都是值得。把这个脏丫头拖下去，再安排些人手去看看明月公主的消息。此次和亲，本王势在必得。珠子没亮，洪水也不是爹爹的劫，那会是什么呢？小郡主慢些，你身子还没好，不能吃这么急的。未来的娘亲又美又温柔，可惜爹爹是块木头，还得靠年年装病找机会撮合他。年年头好晕，好想睡觉呀！姐姐可不可以陪着年年呀？不行，这太麻烦云姑娘了。年年放心，爹爹陪着你啊。年年是女孩子，才不要爹爹陪。没事的，王爷。小郡主，我陪着你。云姑娘对年年细致入微，
平日里照顾的也很用心。年年啊，都不待见我这个爹爹了。哼。娘亲，对年年来说，是不是光有爹爹不行，还是要有个娘？云姑娘，难不成你一夜都没睡？我怕小郡主夜里醒来会渴，既然王爷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快去歇息吧。爹爹，他不是在心疼未来的娘亲吧？他是不是要开窍了？人都走了，你还要装睡啊？唉，来，你这丫头辛苦人家云姑娘一个晚上，下次可不许再这么麻烦人家了。可是年年也想要娘亲头，别的小孩子都有娘亲哄着睡觉，为什么年年没有？爹爹，你可不可以给年年找个娘亲啊？爹爹若是成亲，王妃对你不好怎么办？爹爹宁愿不娶，也不想亏待你啊。可是大姐姐对年年很好啊，她不能当年年的娘亲吗？她对你上心，可她未必愿意做你的娘亲啊。爹爹不问，怎么知道大姐姐不愿意呢？年年都看到了，大姐姐总是偷偷看你，大姐姐喜欢你。年年你才多大，哪懂这些？我倒也希望云姑娘对我有意，可她只是为了报恩啊。公主，碧玉终于找到您了。碧玉，你怎么会来？皇上派人找了您好久，碧玉都快担心死了，当然要来找您。我早些过来，你也不会被人当丫鬟使。您可是公主，平王他居然敢使唤您，也太不把南疆放在眼里了。你误会了，他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是我自愿留在这儿。就算要报恩，那也不该让您做这种事啊！您之前说一辈子不嫁人，如今却对平王这般上心，难道您看上他了？总之，我不会回南疆，你尽快回宫向父皇报平安，免得他忧心。云姑娘，你歇息了吗？嘘。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一夜没睡，我给你带了解乏安神香。这位是？她是我表妹。啊？听说我在这儿，就来找我叙旧。过阵子我就会回去看长辈。听起来，你家人似乎催你回去，你要走了吗？王爷的大恩大德，我无以为报，我怎会轻易离开？他果真是为了报恩才留下，也许我不该让他如此为难。我救你是举手之劳，你不必觉得亏欠。等3个月后堤坝修好，我们便会回京，我会给你银子，保你衣食无忧。到时你便回家去，回家团圆吧。这个给你，你早些歇息。他是嫌我麻烦，才不愿意让我留下吗？爹爹，年年和你是块木头，都快把未来的娘亲给气跑了。唉，这个家没有年年就要散了。
王爷，云姑娘，那年年很喜欢你。如果我们回京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吗？我愿意。我去点香。回来京城，你是不是就应该和未来的娘亲成亲了？唉，王爷，前日堤坝修好，臣便给京城去了折子，想来皇上也知道好消息了。今后荣县百姓可以过上安心日子了。走吧，该回京了。啊，王爷，您和小郡主都是荣县的恩人，下官还没给您送行啊。邱大人，这都是分内之事，就不必兴师动众。邱大人就不必送了。王爷，王爷不能走啊！王爷不能走啊！多亏了王爷和小郡主，我们才不怕发大水没收成啊！王爷，我们荣县的百姓以后都不会淹死饿死，都能过上好日子了。还请王爷不要嫌弃我们，请收下我们的一点心意吧。对，王爷收下吧，王爷收下吧，收下吧，王爷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分内之事，东西我们不能收，你们快拿回去吧。这，王爷，您和小郡主救下数万人命了，百姓得知你们要走，连夜写下这份万民书，里面记载了您和小郡主的善行，还有他们所有人的名字，请您一定要收下，全了我们的一片感激之情啊！大人快请起，我是奉旨行事，如此贵重的万民书，我受不起。王爷收得起，王爷收下吧，王爷收下吧。对，文若，多谢各位抬爱。爹爹有了大功德在身，就快改命成功，做皇帝啦！年年一定要帮爹爹渡过劫难，保护好他。你是说，平王明日就到京城？是的，王爷。探子传来消息，陛下看过程大人的折子，龙心大悦，想来并未提及洪水一事。那可是几万条人命。赵文若欺君罔上，隐瞒灾情，他是自找死路。去，将这件事告知那几位重臣，明日本王便大义灭亲，亲自送平王上路。是。启禀父皇，儿臣信不辱命，完成荣县建筑堤坝，既是救民之责。荣县今后再无水患，实乃皇恩浩荡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文若此行辛苦了。陈洪德说了，你在荣县事事亲力亲为，县城和百姓对你都是赞不绝口啊！快起来说说，你想要什么赏赐啊？谢父皇。可儿臣当不起父皇赏赐。皇爷爷，爹爹看见大家食不果腹，就亲自去修堤坝，说是要为百姓尽绵绵之力。皇爷爷要赏，就赏给荣县吧，爹爹会很高兴的。文若胸怀宽广，不骄不贪，倒是越来越有朕的风采。野丫头，连绵薄之力几个字都记不住，倒是知道讨父皇欢心。年年，你爹爹立下大功，该赏。来人，拟旨赐平王。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3个月前，荣县突发洪灾，死伤过万，平王隐瞒不报，实乃欺君。你说什么？荣县百姓流离失所，若是及时上报，朝廷方可赈灾。
平王此举害得百姓缺衣少食，真是枉死了好多人呐！隐瞒灾情是死罪啊，简直丧心病狂！你们又在污蔑爹爹，大洪水都被年年给拦下来了，哪里有死人？哼！哦，文若，你为何不为自己辩解几句？父皇，3月前荣县确实连日大雨，可并未酿成洪灾，无人伤亡。四弟犯下大错，不知悔改，在父皇面前还狡辩，你眼里可还有百姓，还有父皇吗？哦，原来是大坏蛋在捣乱，爹爹是有年年罩的，谁都别想欺负他。父皇，儿臣。父皇，事到如今，儿臣不能再念手足之情了。这是有人匿名送到康王府的血书，上面清楚记录了荣县之事，儿臣因此才会派人去查探，这才得知灾情。皇上，平王草菅人命，还请皇上严惩平王，以示正听。请皇上严惩平王。隐瞒灾情可是要杀头的大罪，父皇又一向厌恶狗带百姓之人。赵文若，这一次我要让你死无全尸。你们都给朕闭嘴！年年是大夏的福星，有他在，怎会出现洪灾？年年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皇爷爷，爹爹说的才是真的，年年也有证据。年年，这可是朝政大事，你若无凭据，可不能乱说。父皇，童言无忌，年年护我心切，还请父皇不要迁怒于他。爹爹放心，年年带着证据呢。是一个连字都不识的丫头，知道什么叫证据吗？要是年年能证明爹爹是无辜的，那你就在脸上画乌龟，绕城3圈，你敢吗？行啊，若四弟无罪，本王就自当王八，给他赔罪。如违此事，五雷轰顶。还有你们，也要向爹爹认错。臣问心无愧，有何不敢？我画2只都行。这可是你们说的。皇爷爷，爹爹收到了万民书，这上面有好几万个名字，你看，你们看。万民书，康公公，快去看看。是。这死人是不会写字的。这是啊，荣县真的没事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哼，那脏丫头信誓旦旦，保证过会出洪灾。皇上，这王爷和小郡主让荣县人民免于洪灾，这都是百姓对他们的歌功颂德呀。想不到文若竟能得到百姓这般拥护。文若，你做得很好。大坏蛋，你是不是该画乌龟了？还有你们，也要向爹爹认错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老二，你与年年打的赌，是不是愿赌服输？父皇，儿臣怎么能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？哼！你方才对天发誓，就不怕真的被雷劈呀？
画王吧，也比丢了命强。康王殿下不愿，臣愿意。难道我真的要画2只吗？哼！堂堂皇子，绝不可能沦为小婢。快看，这几个人脸上画了王八，也不知是哪位大人，怕是这辈子脸上都无光喽。爹爹，康王叔叔还有2圈呢，他会不会累呀？年年，你小声些，给你王叔留些面子。真的是他。不是，你们认错了，本王不是康王。就是。让你们欺负爹爹，活该！皇祖母，这文若欺人太甚，如今满京城的人都嘲笑孙儿，孙儿都没脸见人了。哼，岂有此理！你是哀家亲侄女所生，一个宫女生的破落王爷，也敢踩到你头上！哎呀，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原本皇帝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倒好，捡来的孩子也不好好利用，倒被他抢了风头。要不是那个死丫头，孙儿也不会沦落至此。等我回到府中，将那丫头毒打一顿赶出去。皇帝喜欢孩子，平王有了女儿，才会被他另眼相待。若是他知道你苛待养女，只会对你失望。你不只要留下那孩子，还要对他好。改日，哀家将把这2个孩子招进宫，让皇帝看清，到底谁的孩子值得他重视。皇祖母英明啊！眼下最重要的，还是要找到明月公主，娶了她，你才能得到南疆的支持啊！皇祖母放心，此次恒心，孙儿势在必得。年年，照这样，你看，知道了吗？这儿还有。王爷，康王对你百般污蔑，照我看，你就该让皇上重重惩治他。还好我没答应和亲，不然我也许会嫁给康王这种小人。我在朝中毫无根基，无人信我，多亏年年，不然受罚的该是我了。大坏蛋都有人帮忙，年年也得给爹爹找个帮手。王爷，杜公子来看您了。清风，表兄。徐嬷嬷，那是？他是王爷的表弟，这些年在书院读书，难得回京，连家都没回，就来看王爷了。原来是爹爹转世前的坐骑哮天犬，他偷偷陪爹爹下凡，这辈子也对他忠心耿耿。就是哮天犬凶气太重，会有点倒霉。杀了，他今日会遇到死劫。清风，这次休沐几日啊？不是休沐，我是被劝退了啊！哎，你也知道，我自小就霉运缠身，走路掉井里，坐车掉坑里，就连路过书院门口的狗都要追着我咬。每每考试啊，我都会生病，6年都没能结业。山长不想让我再耽误自己了，就回来了。哈，没事儿，我相信你将来会好的。年年，来，你还没见过我女儿，这是年年。你有女儿了？哎呀，早知道我就把家里的小金锁带来，给年年当见面礼了。年年，表叔这就回家，把所有好玩的都给你拿来啊！不能走，表叔家的房子会塌，表叔会没命的。哦，没事儿，表叔我虽然倒霉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倒霉啊，乖。真的
不能走。表叔是好人，年年得救他。表叔，年年不想要金锁，年年想吃糕点。表叔可不可以买给年年呀？年年是我捡到的孩子，从小流落在外，从没吃过好东西。年年，你等着，表叔现在就去给你买，表叔去就回啊。年年真乖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吗？表叔继续给你买。年年不吃，表叔就要回家，为了表叔拼了！年年还想吃糖葫芦。好。大包子，橘子，年年，表叔回来了，莲花酥，年年吃不下了，表叔的劫难怎么还没过去啊？杜公子，你家中仆从来报信，说是你家房子塌了。什么？若不是年年，我今天怕是人都没了。年年，你今后就算是要天上的月亮，表叔也得给你摘下来。你还是别给年年买东西了，年年都撑坏了。啊，我先回家看看，稍后啊，再给年年送一份谢礼。表叔放心，有年年在，今后一定好运连连，坐上大官。好，那表兄，我先走了啊。有人吗？救命啊！哎呀，有人吗？哎呀，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你现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家。我跌了一跤，腿动不了了。没事，我背你。这年轻人倒是比我那群不孝子孙顺眼的多了。年轻人啊，我乃当朝阁老江成绵，你若无闲事，可愿做我学生？啊，清风愿意，多谢阁老。做了江阁老的弟子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我一个倒霉蛋还能碰上这种好事儿，难不成又是年年帮我？哎呀！表兄，这次真是多亏了年年，我不仅保住了性命，还被阁老收为了关门弟子。我这辈子都没这么走运过。这些啊，都是给年年的谢礼。以后啊，年年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我全包了。谢谢表叔。哎，表叔好大方呀！将来他入朝为官，不知道他会高兴成什么样。清风，这是……哦，对了，表兄，你有听说吗？这南疆送来和亲的明月公主跑了，皇上正要发告示找她呢。这个是阁老给我的明月公主的画像，让我打听打听消息。年年，表兄，你们看看，见过公主没有？爹爹，这就是公主吗？公主不都是美美的吗？明月公主这是长得很有特点，这告示贴出去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。王爷，公主会跑，想来是不愿和亲。也许这画像是她故意放出来的，好让大夏皇室死心。不可能啊！阁老给的画像怎么会有假呢？哎，据我听说啊，这公主啊，骄纵蛮横，动手打人。要我说，
就是相由心生。哎，表兄，幸好是公主跑了，要不然公主可能会嫁给你，万一你惹她生气，我都怕她家暴你。哦，就算父皇下旨，我也绝不会娶她。假消息太成功了吧，把王爷都骗过去了，我是不是不该再瞒着他了？云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哦，其实我……王爷，太后派人传来懿旨，说是要您带小郡主进宫给她见见。表兄，这太后一向偏心康王，怎会突然想起你和年年？这其中怕是有诈呀！表叔莫怕，年年会保护爹爹。你放心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平王，为了年年，不会再逆来顺受。这是小郡主的珠子，我得帮她收好，等她回来交给她。母后，年年的孩子长得就讨喜，您见了必定喜欢。他出席进宫那天，天降瑞雪，战事告捷，他是我们大夏的福星。儿臣参见父皇，参见皇祖母。皇爷爷好，太奶奶好。咦，太奶奶是大富大贵的命格，怎么会霉运缠身，还有血光之灾呢？这孩子长得倒是可爱，可惜跟错了人。哀家定要让文泽的女儿把他比下去。福星，哀家瞧见他就头疼，只怕是灾星。皇祖母，年年是我女儿，不是灾星。放肆！哀家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太奶奶不气，年年和王叔不是故意惹您不高兴的。照哀家看，这对上不得台面的妇女就是存心的，哪像文泽孝顺懂事，小溪又那么乖巧可爱，被小溪碰一碰，这哀家的身子就舒坦多了。哎，皇帝呀，你就是太糊涂了，这灾星当成宝，这福星分明是小溪呀。明明是小溪天生招灾，年年才是小福仔。难道是小溪太奶奶才会有血灾？这串佛珠是国师开过光的，有辟邪护身之能，哀家戴了多年。哎，今日便送给小溪当成礼物。谢谢太奶奶。哎，这好端端的珠子怎么散了？这宫里混进了邪物。母后，母后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年年，快来看看您太奶奶。太奶奶别怕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快走，不要碰哀家！方才心口疼痛难忍，怎么这孩子碰到我就不疼了？你真的是……年年救下太后就更出风头了，不能让她得逞。哼，太后这么讨厌年年，就
就算被他气死，也是理所当然。都是你，把太奶奶气到吐血，你还敢碰她？你想气死太奶奶吗？父皇，二哥纵容伤人，此事我平王府绝不善罢甘休，必要二哥给我个交代。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，本王凭什么给你交代？皇祖母危在旦夕，你还有心思与本王争吵？看你们是存心要气死皇祖母！他，父王，你看皇祖母身子一向硬朗，被这个死丫头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您就应该把他们赶出皇宫了。母后，母后！王爷爷，年年没有害太奶奶，年年是在救她，你相信年年。来人，把他们父女丢出宫外！父皇，王爷爷，父皇，你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朕抓的就是你，3番5次阻止年年救下母后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朕看你就是灾星，把康王押下去，禁足3月。父皇，父皇，年年，快来，快来！啊，母后，你醒了。皇帝，方才哀家梦到你父皇了，他险些把哀家带走了，还好天上落下一道金光，哀家这才捡回了命。这就是你救了哀家。太奶奶别怕，你是福禄命。度过这一劫可以活到99。真的？还请皇祖母放心，年年说的话总会成真。啊！参见免礼免礼，张太医，快给太后瞧瞧。是。太后原本脾胃失调，气血不足，调理多年不见起色，如今这病状都消失了，反倒是气血充足。难怪我方才醒来，哀家身子爽利了好多了。这孩子真的是福星不成？是。朕早就说过，是母后不细。如今年年救下母后，您这当长辈的，是不是该给孩子些赏赐啊？那自然，哀家自己赏，黄金1000两，玉器100套。哎，年年的压岁钱都比这个多。朕不能让外人说母后小家子气。照朕看呐，原本你要把珍宝库给康王当生辰礼，不如就送给他们吧。谢皇祖母，谢谢太奶奶。还是皇爷爷聪明，就这么把太奶奶的宝库搬走了。有了这些钱，爹爹的太子之路就更宽了。闹了半天，母后也累了，您早些休息，朕也要回御书房去处理政务了。哀家的宝库。文若，此次明月公主逃婚，南疆皇帝为表歉意，要亲自来大夏。江阁老向朕推荐，
杜清风出任礼部侍郎，主持接待礼节，朕准奏了。清风一直想入朝为官，造福百姓，儿臣代清风谢过父皇。太好啦，表叔当了官就能帮爹爹啦。哼。不过年年怎么觉得皇爷爷是在为爹爹铺路呢？文若性子虽软，有年年在，大夏兴盛指日可待。可他的根基还是薄弱了些。你也到了成婚的年纪，明月公主与你身份相当，又深受南疆皇帝宠爱，你可愿和亲啊？父皇，儿臣不愿。不愿？娶了明月公主就能得到南疆的支持，你可要想清楚。父皇，儿臣已心有所属，此生非他不娶，绝不会娶公主。朕早听闻你与府上婢女同进同出，你想娶的是她？是。你堂堂皇子，竟要娶一个婢女做王妃，你是想被天下人耻笑吗？哼！待找到明月公主，朕就为你们赐婚。你若一意孤行，朕便将那婢子送走，让你死心。父皇，我……皇爷爷看起来很生气，不会听爹爹的。只能靠年年蒙混过关了。皇爷爷，年年听说公主会打人。要是公主做年年的娘亲，年年会吃不饱穿不暖，还要每天挨打。年年好不容易才有人疼，又要变成小苦瓜了吗？年年好惨呀！哎呦，宝贝孙女，不哭，是皇爷爷不好。你不喜欢明月公主，皇爷爷就不让她当你娘亲。真的吗？那年年可以让大姐姐做年年的娘亲吗？你说那个婢女？好，但她身份低下，只能做侧妃。正妃！少皇室宗蝶，你父王除了她，谁都不能娶。皇爷爷最好了！哎呀，这孩子当真以为朕看不出他是光打雷不下雨？罢了，自家孙女宠着就是了。7日后的小朝会，你带那姑娘给朕瞧瞧。她若带年年是真心，朕就亲自为你们赐婚。可我尚未问过云姑娘，她会愿意嫁给我吗？娘亲，年年回来啦！小郡主，你叫我什么？我不是你娘亲啊。年年没有叫错，皇爷爷要给娘亲和爹爹赐婚，你就是年年的娘亲呀！赐婚？王爷，这是真的吗？事出突然，我没来得及问你的意思。你若不愿，7日后入宫觐见，我会向父皇解释清楚的。不是的，我愿意嫁给王爷。云姑娘，你方才说你愿意同我成婚。我一直以为你留下只为报恩，是我一厢情愿。今后我会照顾好你们母女2人，我们一家人风雨共济。我的辟邪珠在这里，难怪怎么找都找不见。完了，年兽
只能在正月下凡。年年在人间停留太久，快要变回原形了。可是爹爹的劫难还没到，年年走了，爹爹怎么办？凡人都怕妖怪，年年可得把耳朵藏好了。太后竟然把珍宝库给了那窝囊废，就凭他也敢抢本王的东西，凭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就算仙君受我影响变成倒霉鬼，也不该有这么大的杀气。不对，是他的劫难到了。可为什么避灾珠没有亮？难道你不是仙君的转世？转世？本王这就送你去投胎！哼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本王遇到你，从来就没有过好事，如今还被父皇禁足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在山里，本王就应该掐死你。本王打，要让他死无全尸。王爷，可是他年纪尚幼，不如把他赶出府就算了吧。怎么，你不忍心？废物！本王亲自动手。这妖怪！来人，快来人，杀了这妖！当初年年要去救平王，一定是看出平王才是仙君的转世，故意抢我的机会。我成不了仙，他也别想。父王，小溪不是妖，是蟋蟀，年年是年少。我们在凡间停留太久，就会现出原形。年年肯定也是这种模样。你说什么？那窝囊废的女儿也是妖？那窝囊废的女儿也是妖？本王还当她真的有福星助阵，原来是送上门的把柄。如果被人知道平王养着妖，他们父女都得死。你再安排些人手，在城中传播消息，就说京中有妖邪作祟，伤害百姓。本王会向父皇禀告，平王豢养邪物，届时天下百姓都会要了他的命，他必死无疑。可是这些流言，皇上未必会相信啊。哼，死了人就不是流言了。小溪，来，听闻妖物择人而食，好孩子，饿不饿？父王特意为你准备了吃食。不要！可这是唯一能搞垮年年的机会。就算我会遭天谴，我也要他成不了仙。哇！娘亲好美呀！娘亲都快把年年迷晕了。待会儿就要进宫面圣了，穿着自然要符合礼节。正夜都过了，年年怎么又把它带上了？年年喜欢小老虎嘛。好，爹爹娘亲，我们快走吧。年年可是小福星，能给凡人招财镇宅呢。如果没有想错的话，年年怕是妖怪所化，世人畏惧妖魔，我定保护好年年，不让任何人知晓他的真身。哎，王大人，听说了没有？听说是吧？对呀，听说今日发生了几十桩命案，死者皆是浑身咬伤。这歹人真是丧心病狂啊！什么歹人？大伙都说是妖怪吃人。妖怪？哎呀，
秦王到，保住郡主到。参见皇爷爷。哼，皇爷爷好。啊，你就是云清婉？哦，父皇，儿臣与云姑娘情投意合，还请父皇允儿臣娶云姑娘为妻。这堂堂皇子要娶一个婢子为妻，置皇家颜面于何地啊？皇上本就不待见他，只怕他和这婢子都得挨罚。年年竟然把她夸得天花乱坠，朕还当这姑娘有何过人之处？下月初8是吉日，朕亲自为你们主婚，平身吧。谢父皇。谢父皇。吾不同意。这门亲事，吾不同意。父皇。原来是南疆国主啊！咱们可几十年没见了。路途遥远，若非为了女儿，我也不会走这一趟。吾在路中收到女儿的传信，她对平王情有独钟，此生非她不嫁。吾的公主与此女天差地别，夏王，你可要考虑清楚。爹爹认识公主，还把人家迷成这样，年年怎么不知道？我从未和其他女人有过纠葛，你相信我。碧玉到底和父皇胡说了些什么？我何时说过那种话？太丢人了！王爷，其实我……王爷，其实我……你放心，我会解释清楚。承蒙南疆国主厚爱，可我已心有所属，此生非她不娶，绝不会娶明月公主，还请国主另择夫婿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南疆的公主比不上她吗？在我眼里，云姑娘便是天下最好的女子，无人可比。这平王怕是脑子进水了吧？放着公主不要，偏要一个婢子。这婢子啊，也是个狐妹子，把她迷得神魂颠倒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哼，好一个平王！你这样的人配不上吾的女儿。夏王，此次联姻就此作罢。父王不可。明月，南疆国主，你说她就是你女儿？看来天意让他们结为连理，这是天赐良缘。哪里，你这孩子，早说平王是和你成亲，我今日也不会这么丢脸。云姑娘，你真是南疆公主？难怪娘亲会说画像是用来骗人的。爹爹不知道娘亲身份，还能娶到娘亲，他们果然是天生一对。来，请。平王殿下，待您与明月公主成婚，南疆与大夏将会更加亲近。殿下您可是我朝的大功臣啊！是啊，平王殿下前途不可限量，老臣在此提前祝殿下新婚大吉，万事顺意。你们平时骂爹爹骂得那么凶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爹爹才不想理你们呢。童言无忌，二位大人不会与小孩计较吧？不会，我滴酒不沾，这酒我就不喝了。殿下随意。走。看来是非中间，文若心中清楚得很呐。若是将来他处理朝政也能如此，朕便放心了。诸位，今日这宫宴，一为南疆国主洗尘
二来是朕决定立太子。啊，立太子，平王接旨。太好了，皇爷爷终于让爹爹当太子了。爹爹快去呀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王赵文若立世有为，人生素著，足为臣民之仪表。今受平王以册宝，立为太子。他没资格当太子。又是大坏蛋，他都被关起来了，还偷偷跑出来陷害爹爹。放肆！还没到3个月，谁给你的胆子私自出府？父皇，儿臣听闻京中有妖物残害百姓，暗中派人去查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妖物，不得不进宫来禀报父皇。有妖物？什么妖物？大坏蛋好像是冲我来的。一派胡言！我大夏一派生平之下，何来的妖怪？父皇若是不信，这是数十名百姓曾看到那妖物害人，这是他们的证词。难道世上真有妖怪？妖物在哪儿？儿臣为抓捕妖物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却还是被那妖物给逃了。据侍卫所说，他逃进了平王府。啊！竟然是平王，难怪平王一向不得生心，近日却扶摇直上，还差点被封为太子。他一定是施了妖术。对呀，是为一己私欲，竟与妖邪勾结。若让这种人登上皇位，那么大夏岂不是要亡国吗？你们胡说，爹爹没有害人。年年，坐下。赵文泽的目的是我，年年是被我牵连，才遭到诬陷，不能让人怀疑到他头上。这妖怪怎么会？快跑啊！真的有妖怪！这有妖怪啊！妖怪，快跑啊！这孩子就是妖物。这就是你，害了京中数十条性命，你这妖物该死！打死他！打妖怪！打！打死他！打妖怪！不是的，年年不是妖怪，年年是能给大家带来福气的年兽。杀死他！爹爹，娘亲。年年不哭，爹爹知道你不是坏孩子。这对父女眼看死定了，你得和他们划清界限。走，我带你离开这是非之地。父王，王爷和郡主也是我的家人，他们有难，我怎能不管？皇上，年年秉性纯良，即便他是妖怪，可他绝不会害人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既是妖，就没有让他活命的道理。他这么小便开始作恶，将来必定祸患天下。父皇，为了天下百姓安危着想，还请父皇下旨诛死这妖物。对，这妖物哪有不害人的？人人得而诛之，臣也请旨杀妖。请皇上下旨诛杀妖邪。窝囊废，没了小妖怪帮你，我看你还怎么和我斗？都给朕闭嘴！王爷爷，年年真的是好孩子。世人惧怕妖怪，见之杀之。若不处置年年，朕如何让百姓安心呢？来人！就算父皇知道年年没有害人，可他要给天下人交代，年年是我女儿，我答应过她会护她一世。云姑娘，你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，若我不在，还请你照顾好年年。父皇，年年懵懂无知，
所行之事皆受我驱使，还请父皇放年年一条生路，儿臣愿以死向天下谢罪。爹爹不要！原来年年就是爹爹的劫难。原是你指使，父皇，这可是他亲口说的。身为皇子，不造福百姓，竟还以活人为妖，平王，你对得起天下百姓吗？看着忠厚老实，却是灭绝人寰，毫无人性。这种人简直比妖魔还可怕。文若，你当真要认罪？儿臣认罪。爹爹不要，都是年年的错，王爷也要罚就罚年年，要请放开我，爹爹。年年，不要辜负你爹爹的好意。平王，赵文若勾结妖物，谋害人命，凌迟处死。走走。爹爹。哎呦！年年，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爹爹不怕，年年保护你。这妖物竟这般庞大，长得面目可憎，形如生，还有点眼熟。是啊，看着有点像我宅子里面的年画、窗花，难道不是妖怪？是年兽。哼，年年说过，年年不是妖怪，是年兽。传说中年兽能招财纳福，是祥瑞，他怎会害人性命？所谓的妖邪根本是子虚乌有，你为何要污蔑年年？父王是儿臣大意，误会了平王真人。皇上，康王想借妖怪之手嫁祸小郡主，让平王满门被诛。真正伤人的妖物是他。啊！原来是他！杀人的竟是他！啊，这才是妖怪！这才是妖怪！是康王指使的！康王！你敢污蔑本王！王爷，自从你带回来这个妖物，你就变得越来越残忍。属下不想助纣为虐。父皇，儿臣绝不是他说的那种歹毒之人，还请父皇明察。王爷爷，小溪也是年兽，小溪也不会杀人的。据说，每到岁末，凶兽溪会在人间作恶，百姓使用鞭炮避灾。瑞寿年会赶走溪，家家户户开门迎接，因而有除夕接年的传统。你是不是年兽，一试便知。他不是年兽，他是灾难的化身蟋蟀。父皇，儿臣也是被蟋蟀蛊惑，才会铸下大错呀！求父皇饶恕儿臣一次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偷偷溜进了康王府，找到了他勾结朝廷命官密信，他们想利用容陷洪灾，置平王于死地。什么？要不是小溪使坏，根本就不会有洪水。一定是你和小溪偷偷商量陷害爹爹的招数。本王没有，是他自己要做，不是本王的主意。你觉得朕还会相信你的话吗？父皇，儿臣这次说的是真的。所以，你方才说的都是假的？不，畜生！
你原本是极为贵重的命格，偏偏要利用小溪做坏事，满身的紫气都散光了。以后你只会是个倒霉蛋，一辈子都不能翻身。害死那么多人，竟是满口谎言，毫无悔意，这般泯灭人性，怎配做皇室子弟，受万民供养？父皇，康王勾结朝臣，谋害手足，豢养妖物，杀害百姓，其手段之残忍，人神共愤。自今日起，剥夺封号，去其宗籍，贬为贱籍。平王赵文若，睿智速成，仁孝性诚，即日起立为太子。谢父皇恩典，恭贺太子千岁！不可能，本王才应该是太子，将来还会荣登大宝。他才是福星，当初在山里，为何他不来找我？谁敢伤我徒儿？师傅！年年，你说他是你师傅，难不成他是仙人？师傅是镇守灵山的地仙，是他把年年养大的。真的有仙人啊！见过仙君。仙君，朕是大夏的帝王，不知仙君来我大夏所为何事？劫数已尽，仙门已开，我徒儿即将飞升，我特来为他护法。啊，我能成仙啦！太好了，珠子不亮了，爹爹的劫难过了。可是年年飞升了，就见不到爹爹和娘亲了。师傅，年年不想飞升。傻孩子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不能犯糊涂啊！年年，莫要为了我们，毁了自己的前程。可是爹爹说过，一家人要风雨同济，年年舍不得你和娘亲。还有皇爷爷和表叔。小祖宗，你这一家子都是下凡历劫的，等过了这一世，你们就会在天庭重聚。你不成仙，才会见不到他们。啊？师傅，这是真的吗？师傅怎么会骗你呢？等你们缘分了尽，师傅再来助你。多谢仙君成全。想不到我大夏有如此仙缘，这都是年年的福气啊！从今以后，年兽变为护国神兽，享万家香火，永佑大夏。皇上圣明。新春新景开新宴，看取新年乐世眠。年年祝大家新年喜乐，